明朝历史中有件事儿不得不提，那就是万历妖书案。这个案子过程极其复杂，充满各种狗血无厘头的情节。不夸张地说，明朝国本是被一本书颠覆的。这个所谓的妖书案一共发生了2次。今天先说说第一次妖书案。万历10年，这年对我们的朱翊钧小朋友来说发生了一件喜事，那就是他的老师张居正终于去世了。小皇帝从此开始放飞自我。万历12年，皇帝在他妈李太后的宫里看上了个宫女王氏，本来是一时冲动，万万没想到王氏生了个孩子，这孩子还是万历的长子，起名朱常洛。但因为王氏出身低微，万历很不喜欢朱常洛。没过多久，万历的最宠爱的正妃也生了个儿子朱常洵，正妃因此也升级成郑贵妃了。仗着生了儿子，郑贵妃不停在后宫跟万历作妖，想让万历皇帝立朱常洵为太子。万历皇帝也有此意，但前朝大臣不干，坚持认为皇帝应该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。万历迫于两边压力，对立太子的事儿一拖再拖。大臣们一劝再劝，郑贵妃一闹再闹。万历皇帝亲政前20年没干别的，就折腾这一件事儿了。一转眼到了万历18年，时任山西按察使的吕坤模仿张居正的地鉴图说，写了一本规鉴图说。一切的由来就在这本书上。吕坤写这本书初衷还是给女儿看的，目的是教女儿如何成为一个大家闺秀。事实证明，这本书切中了市场需求，深入打击用户痛点，开辟市场蓝海，强化了用户的感知度。总之，这本书不光出版了，还卖得很好，成为了年度畅销书，连深宫之中的郑贵妃都拿到了一本。郑贵妃一看，这书好啊，只不过里面的内容太少了。于是乎，授意亲信官员在书里又加了12个人，从东汉开国皇后、明德皇后到她郑贵妃都有。编撰完成之后，重新刊印发行，还改了名字叫《规范图说》。唯独一个地方没有改，就是作者这本书署名还叫吕坤，这就把我们老吕爷爷害惨了。首先，书名从规鉴改为规范，这意思一下子就变了，从行业建议直接上升到了行业规范。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本书叫《帝范》，李世民是千古一帝的人物，才有资格为后世帝王写帝范。你郑贵妃什么段位也想来碰瓷李世民？而且吕坤原版规鉴的序出自万历17年状元焦弘之手，郑贵妃毫无尊重他人作品的意识，把焦弘的序删掉，自己写了一篇自吹自擂的序塞了进去，处处暗示自己有母仪天下之德。不仅如此，还把这本规范直接对标朱棣徐皇后的女诫和嘉靖亲妈张太后的女训。从朱元璋的马皇后开始，几乎历代皇后都写过类似的东西，算是后宫之主的工作职责所在。不过写书的人都是皇后，从来没有贵妃干这事儿的。郑贵妃这么做，就是把自己看作皇后了，这不仅仅是僭越了，还是明晃晃的挑战礼法。而且《规范》这本书的开篇是东汉明的马皇后，这位马皇后就是从贵妃做到皇后位置的。郑贵妃把自己跟东汉马皇后相提并论，意义不言自明。总而言之，《规鉴》这本书经郑贵妃这一通瞎操作，变得非常敏感，而且政治不正确。但要追究起责任来，罪名还是吕坤背，因为作者署名还是他。新版的《规范图说》出版之后，在朝中就有些非议，可想而知，吕坤一看到这书，当场血压就高了。你郑贵妃是真损啊，好处落你头上，责任我来担。可吕坤也没办法，大明律里又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法，他既不能阻止盗版书流通，也不能追究郑贵妃的责任，只好两眼一闭当看不见这事。谁想到了万历26年，这事终于闹大了。万历26年，吕坤已经升任刑部右侍郎，他给万历皇帝上了个奏折叫幽微书，让万历节俭点儿，别在民间横征暴敛，到处安排镇守太监搜刮民财。这种奏折万历一天能收到好几百份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早都习惯了。不过这次的作者是吕坤，就被其他有心之人针对了。当时朝里有个叫戴世恒的给事中，就拿此事大做文章。戴世恒跟万历说，吕坤写的幽微书里面给您提了不少意见，唯独没说让您立朱常洛为太子的事儿。现如今谁都知道，最关乎天下安危的事儿就是赶紧立太子。而且这个吕坤之前写过《规范图说》，里面把郑贵妃跟东汉开国皇后放在一起，这吕坤有意巴结郑贵妃，
这不是大臣跟后宫勾结吗？这简直是包藏祸心，大逆不道。这里要说一句，吕坤是吏部尚书孙丕阳的人，他和孙丕阳、兵部尚书石兴是一个圈子，都属于不全派。而戴世恒是内阁次辅张卫的党羽，是另一个圈子，可以被称作内阁派。戴世恒之前就弹劾过吕坤，这两个人早有夙愿。吕坤听说自己被这种理由弹劾都无语住了，他写的规范图说跟现在市面上的盗版压根是两回事儿，正版里面根本没提郑贵妃。于是吕坤赶紧上书申辩，万历一看，你们党争我没意见，可血能不能别溅到我和郑爱妃头上来？于是万历皇帝准备和稀泥，让这事儿赶紧过去。没想到这一糊弄出大事儿了，一夜之间，京城突然冒出了一篇幽微弘毅的文章，作者署名燕山朱东吉。这个文章名和作者署名都有特别含义。幽微弘毅的意思是给吕坤写的幽微书解释说明，作者署名燕山朱东吉，意思是朱家东宫太子吉祥。这篇文章专门讨论了立太子的问题，而且语气非常阴阳怪气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从沈德福的《万历野获编》里找到原文。文章大概意思这么说的：规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马皇后，马后是从普通妃子成为的皇后。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，而郑贵妃重新发行这本书，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做的舆论铺垫。又说吕坤写的幽微书把天下大事儿都说了，唯独不提立皇太子事，用意很明显，就是支持郑贵妃和朱常洵。而且吕坤与外戚郑承恩、户部侍郎张养萌、山西巡抚魏允贞等9人结党，依附郑贵妃。这个幽微弘毅一出，立刻在民间大量传播，各种手抄本满天飞，弄得知识分子纷纷讨论起皇帝立太子的事儿。而幽微弘毅里面提到的结党的几个人，也被群众骂成筛子，说他们是祸国殃民的罪人。而且民间舆论罕见地把矛头指向后宫，事儿越闹越大。万历皇帝很快就知道这么个东西，当时就认定这是有人挑唆民间情绪，变相逼宫，让我立朱常洛为太子。同时这玩意还把矛头指向郑贵妃，伤害了我万历最心爱的女人。万历皇帝勃然大怒，下令锦衣卫严查这个文章的作者，并且给幽微弘毅起名妖书。这个妖书弄得朝中大臣非常紧张，毕竟里面内容涉及立太子的问题。当年不少大臣都说过这件事儿，保不齐就成了怀疑对象。而且幽微弘毅里面用词非常劲爆，什么外戚、结党、依附后妃，这都是皇家大忌，还点名道姓说了几个人的名字。所以朝中大臣不管立太子之事上是什么态度，几乎是人人自危。不过万历皇帝真不糊涂，他知道此事牵连甚广，且不说能不能查出真正作者，一旦放开手去查，那肯定会出现不少屈打成招的事儿，到时候没法收场。于是私下授意锦衣卫尽可能缩小怀疑范围，那就好办了，直接把给事中戴世恒抓了。谁让你弹劾吕坤的奏折跟幽微弘毅里面的内容高度重叠，而且为了显得调查彻底，还给戴世恒找了个同党樊玉衡。这个樊玉衡真是倒霉，他跟戴世恒是同年进士，而且在幽微弘毅出现前一天刚给万历上书说过立太子的问题。但要说小樊是躺着也中枪，倒也不一定那么无辜。樊玉衡也和戴世恒一样是张卫一党。我们之前的影片提到过鬼4经查，是说6部为了从内阁手中争权，利用癸巳年的京官 KPI 考核处理掉内阁阁臣的党羽。这位樊玉衡同学就因此从御史被贬去当知县了。所以樊玉衡和代表6部的不全派是有仇的，而不全派老大是吏部尚书孙丕阳，孙丕阳的小弟就是吕坤。这关系捋下来，很多事情就能对上了。而且樊玉衡、戴世恒同时上书，未尝没有更高层直接受益的可能性。这2衡很快被送进锦衣卫大牢，一顿严刑拷打之后，俩人主动交代了的罪行。万历也想赶紧弄个反面典型，警告群臣今后别再叨叨我后宫和立太子的问题，就默许了锦衣卫的办案结果。不过还算仁慈，留了俩人一命，把他们发配广东，草草结案。第1次妖书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了。不过这事儿没完，5年之后，有个人写了篇序幽微弘毅，开启了第2次妖书案。第1次妖书案波及的官员都不是什么大官，一个按察使，一个给事中。
樊玉衡只是个知县。而第二次妖书案，就连内阁大人都倒了霉，民间也有不少人被牵连。第一次妖书案好歹没死人，第二次可死了不少。而且来说，第二次妖书案直接导致了明末3大案。今天留个口子，这第二次妖书案咱们下次再说。